情人的眼泪、白云、曼丽、天边一颗星，是新加坡建国前后风靡街头巷尾的歌曲。一代歌星潘秀琼、秦淮、黄清源、吴刚，以他们独有的演绎方式，让自己的歌声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我是一只花美鸟呀，花美鸟。建国时期，新加坡歌星主要以歌艺受人瞩目。来到1968年，歌艺与外貌兼备的吴刚一出道就走红，代表作《天边一颗星》成了他的代名词，可说是新加坡第一代的偶像歌星。时代不断的在变，我真正踏足歌坛大概在我18、19岁的时候。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，当时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。一颗心，星儿亮晶晶，星儿叫我想起。独立不久后的新加坡迎来了一个本地唱片业鼎盛时期。随着唱机技术的改进和生产成本的降低，唱机和唱片的价格已经到了普罗大众可以接受的程度。60年代开始，唱片才开始蓬勃，应该是从65年之后，才有本地这种唱片的出现。吴刚开始灌入唱片之后，他的那个反响是非常的大的。一条街你这样走下来这个五角街走廊走下去，都可以听到吴刚的歌曲，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吴刚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在那一个个人随身听还没有面世的时代，街头巷尾的歌声无形中成了共享的文化。除了歌唱之外，吴刚自小就喜欢画画，他就曾经把年少经历创作成漫画。1948年，吴刚出生在红山村庄的亚达屋，当年的山坡地位于今日红山中心一带。那时，乡村的孩子自小懂事，10岁的吴刚学校放假时就帮妈妈到处叫卖包子，他自嘲也因此练出了好嗓音。60年代的娱乐选项之一是无线或者有线的广播节目，一方小小的盒子立地呼声，无论是方言节目或者流行曲，承载了多少吴刚年少时的回忆。张小英三个梦哇，一天到晚在播。然后呢，后来黄清源秦淮他们这些歌曲就一直在这个立地呼声有播出来，让我听，也蛮好听的我们的前辈叫苏云的，我也很喜欢他的歌，他的唱法。所以慢慢接触这些歌手，我就开始喜欢流行歌曲。那时候的节目是从早上6点一直到午夜12点。那么当时因为我们娱乐不多嘛几乎是从一早6点就把这个立地呼声打开，一直到12点唱马瑞吉他，我们说要唱国歌的时候才结束。1968年，吴刚第一次踏进新加坡当年大型演出的殿堂国家剧场。那一年他20岁。
立地呼声夏雨话剧组主办的广播明星联欢晚会，吴刚在一个8人小组合唱中领唱西班牙文古巴民谣《关达拉美拉》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吴刚被台下的白熊唱片公司老板发掘，签了2年合约，成为白熊唱片的第1位男歌手。吴刚很快推出他的第1张黑胶唱片《寂寞等待》，紧接着是唱片《故乡之歌》，里面所收录的歌曲《天边一颗星》让他声名大噪，《水长流》的出版更让吴刚红遍了东南亚。这些唱片呢都很卖钱，所以那个时候它造成的这个热潮，我相信是大家如果活在那个时代，都有一定的这个回忆跟集体的记忆。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在独立之后举办了春之舞曲文娱晚会，第1次全力支持本地艺人登上大舞台，见证了当年的国家文化雏形。吴刚也恭逢其盛。我们在新加坡国家剧场有很多场的这个慈善演出，因为我们一红啊，当然就很多机构会邀请我们。我主要以唱歌为主。王沙野风，他们就表演谐剧，几乎1年都最少有5、6次大型演出，我都有被邀参加。5个菱形尖角代表着我国国旗的5颗星，弧形的喷泉代表国旗上的弯月。国家剧场曾经承载了多少新加坡人盛装共赴的记忆。1959年，时任文化部长的拉尔勒南宣布要新建一座国家级的剧场，于是，在1961年发起了1元1砖运动，号召全国人民捐款，很快筹到了85万元。1963年完工后，这里成了各种大型集会和表演的场所。全场3420个座位，常常座无虚席。不管是文艺性的、娱乐性的、政治性的，鼎盛的时候呢，你要差不多半年或9个月、1年之前就要定那些位置了，每一个都争着要在这个国家剧场演出。当年呢，非常流行台湾和香港的明星跟歌星来新加坡。港台明星跟这个本地艺人的配合的演出，多数都会比较轰动。感觉到非常骄傲。当时国家剧场几乎是一个全民支持的活动。那时候我还在念中1、中2的时候啊，我还买过所谓的1元1块砖，我还支持。我既然有机会在这样一个富有纪念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剧场来表演，而且经常受邀，我当然感觉到无任的光荣啊！艺人合唱的《博爱歌》。唱片热卖的本地歌星黄清源、吴刚、凌霄、林竹君和尤丽等开始走出国门。在版权意识薄弱的年代，流行的曲目常常被歌手争唱灌录。《水长流》这首歌就有20多位歌星竞相灌唱，而吴刚版本的《水长流》脱颖而出，打破东南亚唱片销售纪录，也吸引了新马、泰国、菲律宾和香港无数歌迷。我在泰国的演出，你看到我那个相片，我们的相片站有整4楼高哦，非常的高。白熊唱片公司当年也把旗下的歌手吴刚和尤丽打造成情侣档。得呀得郎有心，得呀得没有情，就好像两小兵也是同日生，要我俩一条心。
新加坡广播电视台电视与播音企业曾经在4月8号、9号一连2晚，在吉隆坡国家体育馆举行盛大的音乐歌唱晚会，轰动一时，非常成功。1969年4月，转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体育馆的2场春之舞曲演出，是吴刚最感荣耀的一次演出。现场4万名观众鼓掌欢呼，让吴刚感受到了巨星般的光芒。我第一次在这个吉隆坡的这个演出，这么多观众，而且这个掌声这么热烈，这个感触是很深的，这个印象是永远的在你的心中的。 60年代尾到70年代初，那时候是很兴盛的，新马同时啊，都很多歌星登台啦。后来就有那个歌剧院啊，他们也叫歌厅啊。最主要那时候的票价不高，普通的人都能去看到这个歌台的表演，歌星的演唱。 唱片大卖，登台演出让吴刚赚取可观的收入。在踏入歌坛之前，吴刚原是一名中学华文老师。在那个年代，社会难以接受老师兼当歌星的身份，吴刚选择退出教师行列。那时候是不给我睡，我每次上课都要经过那个主屋嘛，我一经过主屋旁边都在播我的歌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一上课，我一边跟学生讲，读书当然很严肃嘛，哎，你们要乖乖啊，读书好好读，不可以想东想西，不可以乱来啊。我那边不幸的人，那么天边一个哇，不好意思啊，矛盾。吴刚出道后，文质彬彬的形象为他赢得了学生歌王的美誉。年少的吴刚一心一意想学设计，演唱生涯让他很快地存到了出国留学的庞大费用。我就有一个梦想了嘛，我就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画家，还是一个设计师，希望去留学，而这个梦想就一直根植在我的脑海中。1971年中，当红的吴刚毅然离开歌坛，到英国伦敦留学，选修商业美术设计。他有他的理想，有他的目标，在他很有名的时候啊，他竟然放弃了他的歌唱生涯，跑去读书。哇，这个不得了了，很好学了这个年轻人。新加坡整个在建国时期哦，整个工业啦。 跟整个经济是在发展，是在腾飞的，所以呢，它也就是处在这个时代了，非常正面的一个示范，让年轻人知道说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去努力了，自己得来，那成果就是属于你的。1975年，吴刚学成回国，从事美术设计工作，也创立自己的设计公司。李伟松自小就因为父亲的关系认识了吴刚这位前辈。据他的回忆，他还曾经唱歌给吴刚听，向他讨教。当时吴刚大哥呢，为我爸爸设计他的新的办公室。 我爸爸就跟他说，希望吴刚大哥可以听我唱歌，然后指点我一下。结果我就选唱了一首闽南歌曲《你要忍耐》。然后后来吴刚大哥就说：“哎，不错啊，他很有潜质啊。”可以说他那句话让我就是希望走这条路来说是一个推动力。 从商之余，吴刚也回到他热爱的舞台，并且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。这个复出歌坛，然后我就被
这个吉隆坡的一间叫天虹歌剧院聘请我演唱，也要演戏。刚好我太太就在那个天虹歌剧表演了，3套戏都找我跟我太太来表演，结果演久了啊，就虚假情真啊，就变成了情侣。那时候吉隆坡的唱片公司找我录唱片，我就找他跟我合唱，然后我们就录了第1张唱片，12首歌，爱诗恋曲。就像我俩的爱情，一发不能收。他说我们2个人声音蛮合的，这样子。我们的合唱那段时间其实已经有感觉了啦，大概是3个月。我是要回台湾，然后他就把我从台湾追回来。随着电视综艺节目的兴起，吴刚走进了家家户户的荧光屏里。朝朝暮暮长相依。他和夏慧的歌坛情侣形象，在那个年代广为歌迷接受。1979年，他们在台湾登记结婚。我们俩相爱在心花溪，时时刻刻同一起，倒卖金黄春夜情里，自言而飞来笔。 1984年，本地连续剧迎来新一轮的起飞阶段，电视剧的蓬勃发展也连带的带动了创作活动。原本经常在综艺节目亮相的吴刚、夏慧，受邀参与了电视剧主题曲和插曲的录音工作。1985年制作的《大侠吴三奇》，由当时年轻的本地音乐人李伟松作曲和制作，吴刚、夏慧演唱主题曲《不要问我》。 那个时候，监制们就告诉我说，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的歌曲，然后他们呢就邀请了吴刚大哥和夏慧姐来唱，就有机会跟他们俩合作。我们俩划着船儿。 近年来，吴刚以歌唱教学、绘画创作为主要的生活重心。他的3个儿女从小在耳濡目染下，也培养起音乐的爱好，对于所谓的老歌耳熟能详。爸爸妈妈唱歌，再包括他们教歌，他们教学生，然后唱，所以是从小听到大的一些歌曲。有些我的朋友就会讲：“你这么清楚老歌？”我说。爸爸妈妈每次都在唱。我觉得当他们在唱的时候，也算是当代的流行曲。我们现在是唱我们自己年代的流行曲，到了我们孩子的年代了，就是成为老歌了。老歌有它的味道，老歌有会勾起回忆，会勾起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那个感觉。 会勾起很像小时候的那些感触。吴刚的幼女吴思佳曾经是童星，参演过本地电视剧《和平的代价》和《出路》。她曾经是2016年网络歌唱比赛《听见新声音》的冠军得主。音乐方面呢，现在做的。 比较容易吧，因为现在很多科技嘛，很多社交平台嘛，可是我觉得要出位就可能会比较难，因为很多很厉害的人都在这个平台上面。然后现在的推歌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比较简单，现在你那些社交传媒的需要非常多人，就会比较容易。今年76岁的吴刚含饴弄孙，其乐融融。
当时我年纪轻，我的这个梦想是留学，我实现了梦想。我学成归来，我后来成为设计师，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，这也是实现了我的梦想。当然，做设计师不那么简单，设计师其实有很多挑战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风风雨雨，也是不简单的。任何的一种选择，它都会有成功的一面，也有它波折的一面。所以，我可以说，没有对，也没有错。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？为了爱，高照的那边的草地上，水木不放，他手上挥动着长长的扬鞭。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情谊，怎么能忘记？骂你，折磨你，这样任性，静静的就离去。天边一颗星，星儿亮晶晶，星儿叫我想起。50、60年来，潘秀琼、秦淮、黄清源、吴刚的歌声回荡在我们这片土地上。新加坡一代歌星在不同的年代，在我国歌坛上曾经各自拥有一片天。他们曾经也都是天边闪耀的一颗星。天边一颗星，星儿亮晶晶，星儿叫我想起你那明媚的眼睛。天边一颗星。